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阚老师。我们今天来聊一个很多人到了中年心里都会琢磨的问题。你有没有发现，在我们身边有些人的日子好像是越过越顺遂，越走越宽广，到了40-50岁之后，福气、财运、人缘好像都自动找上门来。可是也有些人年轻的时候看起来明明很聪明，很有冲劲，但一过了中年，人生路却好像越走越窄，处处碰壁，甚至是一路下坡。这中间的差别究竟是怎么造成的？是命运不公吗？还是风水轮流转？其实都不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早就告诉我们，一个人后半生的福气是盛是衰，往往在40岁的时候就已经能看出端倪，而这个端倪就藏在他平时刻意培养，甚至已经内化成第二天性的2种嗜好里。没错，我用的词是嗜好。什么叫嗜好？就是他做起来不但不觉得辛苦，反而很自然，甚至带点享受，是发自内心的一种习惯。这2个嗜好说出来可能会让很多朋友觉得有点奇怪，甚至感觉有点违反我们这个时代强调竞争、强调要赢的常理。但是如果您能静下心来听我把这其中的道理说明白，并且试着去体会、去实践，那我敢跟您保证，您的福报他想不来都很难。在我们中华文化的智慧源头《易经》里面，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宇宙万事万物，从一个星球的运转，到一棵小草的生长，再到我们每个人一生的命运，都有它自己发展的规律。孔子也为我们的人生发展阶段做了精辟的总结。他说：“30而立，40而不惑。”所谓30而立，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能够安身立命。但更关键的是40而不惑。什么叫做不惑呢？就是一个人到了40岁的年纪，对于人生的根本道理，对于宇宙运行的基本法则，他不再感到迷惑了。他经历过成功，也尝过失败，看过人情冷暖，也体悟过世事无常。这时候的他看事情不再只看表面一时的得失，而是能穿透现象，看到事情背后的根本逻辑与因果关联。也正是在这个人生阶段，一个人过去几十年所积累的一切，无论是好的品行、善意的付出，还是坏的习惯、自私的索取，都会开始集中的显现出来。这种显现出来的综合结果，我们称之为相。请注意，这里讲的相绝对不是说您长得漂不漂亮、帅不帅，那个只是皮相，是表象。我们真正要谈的相，是一个人内在精神的外显，是他的气质、他的谈吐、他的处事习惯，以及他待人接物时自然流露出的那种感觉。这些东西综合起来，会形成一种围绕在他身边的能量场，我们称之为富贵相或福薄相。那么那种真正拥有富贵相、后半生福气绵延不绝的人，他究竟会有哪2种特别的嗜好呢？第一个嗜好，您听了可千万别觉得我在开玩笑，这个嗜好叫做喜欢吃亏。我知道当您听到吃亏这2个字，第一个反应一定是皱眉头。阚老师，您是不是说反了？现在这个社会竞争这么激烈，人与人之间可以说是寸土必争，大家为了争取一点利益，都是削尖了脑袋往前冲。您怎么反过来教我们要去喜欢吃亏呢？那不是傻瓜吗？谁会喜欢吃亏？吃亏不就等于损失，等于自己变少，别人变多吗？您看，这正是我们绝大多数人最直接也最正常的反应。我们很自然的就把吃亏跟损失这2件事画上了等号。但是在我们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智慧体系里，尤其是在《易经》所揭示的宇宙法则中，吃亏这件事情它从来不完全等于损失。恰恰相反，在很多时候有智慧的吃亏，它其实是一种更高明、更隐蔽的积蓄。它就像您在银行里存钱一样，只不过您存的不是新台币，也不是美金，您存的是比有形货币更珍贵3样东西。第一是人情，第2是机会，第3也是最重要的，是德行。我们老祖宗传下来一句话，讲的真是太深刻了，叫做厚德载物。这4个字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的德行要足够深厚，才能承载得住他生命中的那些物。这个物是什么？它可以是财富，是地位，是权力，也可以是我们人人都渴望的福气。
如果您的德行很浅薄，就像一块小木板，老天爷就算硬塞给您一座金山，您不但扛不住，反而会被这座金山给直接压垮。现实生活中，我们看过太多这样活生生的例子，有人中了乐透，或是生意突然暴富，结果没过几年，因为德行配不上那份财富，反而闹得妻离子散，身败名裂。那么我们要如何培养自己深厚的德行呢？最简单也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就是从在日常生活中学会吃亏开始。我们来说一个在职场上非常常见的小事。假设在您的公司里，主管交办了一件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这件事情特别麻烦，要花很多时间，而且跟主要的业绩指标没什么直接关系，谁接了谁倒霉。办公室里聪明的人，你看我，我看你，都想找理由推脱。这时候您站了出来跟主管说，报告经理，这件事大家如果没时间，不然就交给我来处理吧。您看，您主动去吃的这个亏，您多花了时间，多花了精力，默默地把这件麻烦事处理得妥妥当贴贴。主管会怎么想？他肯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觉得您这个人有肩膀，有担当，是可以信任的。您的同事们呢，一次两次，他们或许觉得您有点傻，但时间久了，他们也会从心底佩服您，知道您是一个可靠、值得交往的人。往后，当公司里出现一个升迁加薪的好机会，需要一个既有能力又有担当的人去承担更重要的责任时，您觉得主管第一个会提名谁？不用怀疑，肯定就是您这种平时肯吃亏、关键时刻能扛事的人。而那些在办公室里处处斤斤计较、专挑轻松的肥肉吃，一遇到困难就往后躲的人，主管心里跟明镜似的，他或许会暂时利用您的聪明，但绝对不敢把攸关团队未来的重要位置交到您的手上，因为他知道您扛不住事。所以您看，我们讲的喜欢吃亏，它绝对不是一种愚蠢，它是一种着眼于长远的大智慧。这种人，他是在默默的践行《易经》里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法则，叫做阴阳平衡。在人际关系中，一味的占便宜，就是纯粹的德，是阳；而适度的吃亏，就是舍，是阴。一个只知道占便宜，只知道得的人，他的阳气会过于旺盛，就像一个不停充气的气球，很快就会达到极限，然后砰的一声出现问题。宇宙的规律永远是追求平衡的，您拿了不该拿的便宜，占了不该占的利益，老天爷或者说这个宇宙的平衡法则，最终会用另外一种您意想不到的方式，让您加倍的还回去。可能是在您的事业上让您栽一个大跟斗，可能是在您的健康上让您莫名其妙生一场病，也可能是在您的家庭关系上让您众叛亲离。您为了占一点小便宜，最后却吃了一个天大的亏。而那个懂得主动去吃一点小亏的人，他是在做什么呢？他是在主动的舍，主动的去储存他的阴。阴是什么？阴代表的是大地，是根基，是看不见的内在力量。您的根基扎得越稳，您福报的那棵参天大树，未来才能长得越高越茂盛。所以那些我们观察到真正有福报的人，您去看他平时总是笑呵呵的，好像不怎么计较，别人不小心占了他一点小便宜，他常常会挥挥手说没关系没关系，小事而已。他不是真的傻，他是看得通透，他深深的懂得我们老祖宗讲的吃亏是福。这个福字，它不是一张可以马上兑现的支票，它更像是一种为您的人生进行的长期储蓄。等到您过了40岁，人生进入收获期的时候，您过去所吃的那些亏，都会以另外的形式加倍的回报给您。他们会化身为在您危难时出手相助的贵人，化身为在您迷茫时突然出现的机会，化身为守护您家庭与健康的好运气。如果您认同吃亏就是占便宜这个看似矛盾实则充满智慧的道理，我邀请您在下方的留言区简单的写下我愿意3个字，也请您顺手为我们的影片按一个赞，让我们一起把这份老祖宗的智慧分享给更多有缘的朋友。好，那么讲完了第一个嗜好，这个喜欢吃亏，它是我们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一种智慧。接下来我们要讲第二个嗜好。如果说第一个嗜好是对外的，那么这第二个嗜好就是对内的，是修炼我们自己内心世界的功夫。这个嗜好叫做特别能忍。我猜一听到这个忍字，很多朋友心里可能又会觉得不太舒服了。看老师，您刚刚才要我们学着去吃亏，现在又要我们学着去忍耐，这日子还怎么过啊？
忍不就是窝囊吗？不就是憋屈吗？不就是当一个受气包，让别人骑到我头上来吗？别人都指着我的鼻子骂了，我还得忍着，这不成孬种了吗？您看，我们又一次望文生义了。我们习惯性的就把忍耐跟懦弱也划上了等号，这其实是一个天大的误解。在我们中华文字的智慧里，您仔细看这个忍字，它是怎么写的？上面是一把刀刃的刃，下面是一个心脏的心，这是什么意思？它的画面感非常强，意思就是当有一把锋利的刀已经插在您的心头上了，您还能稳得住自己的心神，不慌乱，不暴走，不被情绪所控制，这才叫做真正的忍。您不妨静下心来想一想，这需要多么强大的定力，需要多么深厚的内心力量，这怎么可能会是懦弱呢？这恰恰是一个人内心真正强大到极致的表现。在易经的乾卦中，第一爻的爻辞叫做潜龙勿用。什么叫潜龙勿用？意思就是您本身是一条具备飞天本领的神龙，你有天大的本事，但是在时机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您必须潜伏在深深的水潭底下，收敛自己的光芒，积蓄自己的力量，绝对不能轻举妄动。这个过程就是忍。忍不是消极地不动，而是为了等待最佳的时机，做出雷霆万钧、一击必中的行动。我们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大将军韩信，在他年轻还没有发迹的时候，曾经受过市井无赖让他从胯下爬过去的羞辱，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胯下之辱。您想想看，那对于一个有骨气的男人来说，是多大的侮辱？韩信他忍了。我们假设一下，如果他当时不忍，凭他的武艺拔出剑来跟那个地痞流氓拼了，最多也就是杀了一个小混混，而他自己也就从一个潜力无穷的将才变成了一个亡命天涯的杀人犯。那历史上哪里还会有后来那个帮助刘邦建立汉朝威震天下的大将军韩信呢？肯定就没有了。他那一忍不是懦弱，而是为自己的未来忍出了一片天空，忍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所以真正的忍，它是一种极具智慧的战略性等待，是一种为了更重要目标的能量积蓄，它绝不是消极的，而是一种非常积极的内在修炼功夫。我再为您举一个现代生活中的例子。假设您在一个单位里，您的直属主管就是看您不顺眼，鸡蛋里挑骨头，处处刁难您，把您的功劳给别人，把别人的黑锅让您背，一般人会怎么样？通常是两种反应。第一种，脾气火爆的，当场就拍桌子跟他大吵一架，撂下一句老子不干了，然后潇洒的走人。结果呢，您得到了一时的痛快，但工作丢了，履历上还可能多了一个跟上司发生严重冲突的不良记录，影响下一份工作。第二种就是选择背后报复，天天跟同事抱怨主管的不是把办公室搞得乌烟瘴气，也让自己变成一个浑身充满负能量的祥林嫂。这两种做法都解决不了任何根本问题，只会让您的处境越来越糟。那么一个有智慧的人会怎么做？他会忍。请注意，这个忍不是让您逆来顺受、任人宰割，而是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冷静的向内分析，他会先自省，主管为什么会这样刁难我？是不是我工作上哪里确实没做到位，让他不满意？还是我无意中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在人情世故上得罪了他？如果真的是自己的问题，那正好就借着他的刁难来磨练自己的专业能力和处事能力，把它当成提升自己的逆增上缘。第二步是沉稳的向外积蓄力量，他会想，好，既然你刻意打压我，没关系，我一方面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得更好、更完美，让你完全挑不出毛病；另一方面，我利用下班的业余时间去进修、去考证照、去提升我的专业技能，增强我的核心竞争力。他把主管的每一次打压都当成是磨砺自己这把刀的磨刀石，等到时机成熟，或者是我的翅膀已经够硬了，可以直接跳槽到待遇更好、平台更高的公司去，或者是公司内部有更高层的职位出缺，我的能力和成就有目共睹，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到了那个时候，您一个小主管已经压不住我了。您看，整个这个过程就叫做忍。忍是为了让您在逆境中保持清醒，看清局势，是为了让您把有限的精力用在积蓄实力这个刀口上，更是为了让您在最关键的时刻能够像潜龙一样
一飞冲天。那些遇到一点点不顺心的小事就暴跳如雷，就要死要活的人，我们说他气量小，他的心就像一个玻璃杯，容量就那么大，您随便倒一点水进去，它就满了，甚至溢出来了。而一个真正有福报的人，他的心量像大海一样，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个容就是从忍这个基本功开始，一点一点练出来的。小不忍则乱大谋，这句话我们从小听到大，可是有几个人在关键时刻真正做到了？您创业失败了，能不能忍受得了那份倾家荡产的孤独和旁人的冷眼？您投资亏大钱了，能不能忍受得了那份寝食难安的焦虑和压力？您被人深深的误解了，能不能忍受得了那份百口莫辩的委屈和冤枉？这些都是在考验您人生的忍功。您忍得住，稳得住，就有机会守得云开见月明，就有机会东山再起。您忍不住，一点小小的挫折就足以把您彻底击垮。所以那些我们所说的天生带有富贵相的人，您仔细去观察，他一定是一个情绪非常稳定的人，能够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为什么？这不是天生的，而是他后天练出来的。他有一颗无比强大的心脏，而这颗心就是靠着在生活中一次又一次的忍磨练出来的。所以啊，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不是要给大家制造什么年龄焦虑，更不是在宣扬什么宿命论。恰恰相反，我是想透过老祖宗的智慧来告诉大家一个最朴素的真理：我们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的。您的福报不是靠到处去求神拜佛求来的，也不是靠怨天尤人怨来的，它是靠您在日常生活中一天一天的行为，一点一滴的修炼，像存钱一样慢慢挣来的。从今天起，我们不妨就试着去培养这两个看似吃亏实则大赚的嗜好，在不损害自己核心利益、不违背做人原则的前提下，学着去吃一点无伤大雅的小亏，您会慢慢发现，您的世界会因此变得越来越宽广，愿意帮助您的人会越来越多。在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学着去忍一下，先不要急着发作，给自己一点时间冷静思考，您会发现您的内心会因此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沉稳。这个道理其实我们的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了，它就藏在《易经》的阴阳变化里，藏在《道德经》的柔弱胜刚强里。只是我们现代人生活节奏太快，走得太急，常常会不小心把这些最宝贵的智慧给遗忘了。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分享，希望对您有一点点的启发和触动。我是阚老师，我们下次再见。